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这期内容，我想带大家深入探讨两个紧密相连的话题： Pi 节点的三大参与层次，以及 Pi Network 独特的免息经济模式。这两个话题表面上看，一个是技术，一个是金融理念，但实际上，它们共同勾勒出 Pi Network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和个人财富潜力。当我们谈到区块链时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价格波动、交易所上限，甚至是挖矿收益。但如果你真的想理解 Pi Network 的长期潜力，就必须从更深层次去思考它的底层基础设施如何运转，它的经济设计能否为未来提供新的可能性。接下来我会带大家从技术参与 Pi 节点到经济理念、免息模式，逐层剖析 Pi Network 的未来价值。Pi 节点的三大层级，人人都能参与的去中心化基础设施。随着 Pi Network 向完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生态迈进，节点软件的重要性被无限放大。简单来说，节点就是区块链的神经系统，他们负责验证交易、维护账本、支持共识。如果没有节点，网络就像一座没有地基的大厦，根本无法长久存在。Pi 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为全球不同背景、不同技术水平的用户设计了3个层次的节点参与模式。无论你是刚接触区块链的小白，还是资深的开发者和系统工程师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。第一级，基础节点参与。第一级就像是入门门票，对于大部分没有专业技术背景的先锋来说，这是最容易上手的方式。功能层面，它的任务很简单，运行 Pinode 软件，连接到网络，转发数据和保持基本的通信。这听起来可能没那么炫酷，但不要小看这种贡献。每一个基础节点都是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信号中继点。硬件要求：一台至少有2G 内存的电脑，10G 的可用硬盘空间，稳定的网络连接。软件要求：Windows 10或 macOS 10.13 以上的系统，安装 Java 运行时环境 JRE， 下载并运行 Pinode 应用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样的配置门槛是不是太低了？没错，这正是 Pi 设计的巧妙之处。因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应该被高门键挡在门外，通过让普通用户也能轻松运行节点， Pi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建。对于新手来说，这一级别最大的意义是熟悉节点环境，逐步了解区块链的运作逻辑，而不需要直接面对复杂的共识机制。第二级，超级节点候选人。当你觉得自己已经能够更进一步，想要对网络做出更实质的贡献时，就可以成为超级节点候选人。主要任务：24小时不间断运行 Node 软件，积极参与测试网活动，监控网络性能和健康度，为未来成为正式的共识节点做准备。硬件要求相对提升，至少4核 CPU， 8G 内存，100G 硬盘空间，稳定且高速的网络连接。软件环境推荐 Linux， 例如 Ubuntu， 当然 Windows 和 macOS 也可支持。需要安装 Docker， 支持容器化运行。配置好测试网版本的 Pinode。为什么这个层级重要？因为测试网是主网的预演舞台，所有潜在的风险、漏洞和性能瓶颈都会在这里被发现和修复。超级节点候选人承担的就是压力测试和演练的角色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基础节点是普通士兵，那超级节点候选人就是预备军官，他们随时准备晋升，成为真正的指挥力量。第三级，共识节点。到了这一步，参与者就进入了 Pi 网络的核心。共识节点就是区块链的心脏，他们通过共识算法决定哪些交易是真实有效的，哪些区块应该被写入账本。在去中心化体系里，信任不依赖于单一机构，而是依赖于这些分布在全球的共识节点。
它们的稳定性、诚实性和可用性直接决定了整个 Pi 网络的可靠性与可扩展性。共识节点的门槛自然更高，不仅要求硬件资源充足，还需要节点运营者有持续投入和维护的能力。对于能走到这一步的人来说，他们已经不只是参与者，而是真正的网络守护者。为什么节点参与如此重要？很多人会问，我运行一个节点，真的有那么大意义吗？答案是绝对有。区块链的价值在于去中心化。如果验证交易的权利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那整个系统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。Pi 通过节点计划，把责任和权力分散到全球数百万先锋身上，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实体可以轻易操纵账本或篡改交易记录。这背后其实对应着 Web3 的核心价值观：透明性，所有交易公开可查；安全性，多节点共识，避免单点攻击；用户赋能，权力不再属于中心化机构，而是属于社区。除此之外，节点运营还有一个隐藏的好处，你能更深入地理解区块链的运作逻辑。很多开发者就是从节点运营开始，逐渐进入智能合约开发、生态应用建设的。对先锋来说，这是一条成长路径，而不是单纯的跑软件。为开放主网做准备，节点的战略地位。大家都知道， Pi 正在逐步走向开放主网。这不仅仅是技术切换的过程，更是一次规模化的全球压力测试。在开放主网之前， Pi 必须确保3件事：韧性，系统能承受大规模用户和交易的冲击；可扩展性，随着用户和应用增加，性能依旧稳定；共识完整性，无论多少节点参与，都能保证一致性。而这些目标的实现，完全依赖节点的运行质量。核心团队正在持续改进 Node 软件，优化文档，扩展支持渠道，就是为了降低参与者的难度，让更多人能够顺利上手节点。因为只有节点网络足够广泛、足够坚固，开放主网才能真正承载现实世界的应用需求。由社区驱动的去中心化未来。 Pi Network 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第一天起就坚持社区驱动。节点计划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可以是基础节点，为网络提供最基础的支持；你也可以是超级节点候选人，在测试网里打磨技能。最终，你可能会成为共识节点，直接参与网络的心脏运作。无论处于哪个层级，你都在为这个去中心化的未来添砖加瓦。Pi 的未来不会由少数机构来决定，而是由每一个普通用户、每一个节点共同塑造。免息模式 ，Pi 的金融哲学与未来蓝图。讲完节点，我们再聊聊 Pi 在经济层面的独特创新。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几乎完全建立在债务和利息之上。个人要贷款买房，企业要融资扩张，国家要发行国债，整个系统的运转都离不开借和还。表面上，这推动了经济发展，但背后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。不平等加剧，有钱人可以轻松利用利息滚雪球，而穷人只能在债务里越陷越深。金融排斥，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根本没资格参与。周期性危机、利息累积和杠杆操作常常导致金融泡沫和崩盘。Pi Network 提出的方案就是从根本上抛弃利息和债务，转向一个基于贡献的经济模型。基于贡献的挖矿逻辑，在 Pi 里，价值不是靠借贷获得，而是靠参与贡献获得。你通过手机验证自己的存在，积极参与网络，就能挖取 PiCoin。这不需要你投入巨额资金，也不会让你背上债务。这种模式让价值创造变得更公平，也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参与到经济体系中。免息、免债务的设计。Pi 的架构没有贷款，没有复利，没有等级森严的信用体系。交易是点对点的、透明、直接，也没有传统金融里的高额管理费。这样一来，整个系统更稳定，也避免了因为过度杠杆而产生的金融风险。更重要的是，
参与者的动力来自效用和信任，而不是投机和套利。以实用性为核心的价值，和很多只靠炒作的加密货币不同，Pi 的价值来源于它的实用性。无论是应用开发、商家集成，还是点对点支付，Pi 的目标都是成为真正能流通的交易媒介，而不是一个炒作的符号。这让商家更有信心接受 Pi， 因为他们知道价值的背后是实际的使用和参与，而不是虚无的投机。Web3 与去中心化治理 ，Pi 的免息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和 Web3 的理念紧密结合。去中心化身份、智能合约、跨链互操作，这些功能都将建立在 Pi 的基础设施上。治理方面 ，Pi 采用社区主导，政策由用户共同制定，这让平台真正做到了透明、公平、去中心化。对全球金融的潜在影响，如果 Pi 的模式能被大规模验证，它会带来怎样的冲击？首先，它会挑战传统金融的核心逻辑，债务不是增长的唯一引擎。通过基于贡献的模式，人们同样可以创造价值，推动繁荣。其次，它会推动更大的金融包容性。即便你没有银行账户，没有信用记录，只要有一部手机，你就能进入这个体系。最后，它提供了一种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，没有利息积累带来的失衡，没有中心化机构攫取的垄断利益，而是人人共享的公平网络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节点计划和免息模式其实是一体两面。节点是技术层面的基础，确保 Pi 能稳定、安全的运行。免息模式是经济层面的设计，确保 Pi 的价值体系更加公平和包容。两者结合，构成了 Pi Network 与传统加密货币乃至传统金融体系最大的差异化优势。未来，当 Pi 正式开放主网，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节点投入运行，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 Pi 支付，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在 Pi 上构建应用。而这一切都会逐渐印证一个事实， Pi 不仅仅是一种数字货币，它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实验。它挑战了我们对金融的旧有认知，提出了一种更加公平、更加可持续的可能性。正如我常说的， Pi 的未来不会由少数人决定，而是由每一个正在挖矿、运行节点、使用 Pi 的普通人共同塑造。所以，如果你还只是观望者，不妨思考一下，你愿意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，还是愿意成为这个去中心化未来的一部分？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今天我们从节点的3大层级到免息金融模式，完整的剖析了 Pi Network 的技术与经济双重价值，希望能帮你更深入地理解 Pi 的独特之处。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价值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让更多人加入讨论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